歡迎嚟到懸疑檔案。2021年，英國一名女子喺夜晚行路返屋企嘅途中失蹤遇害。當兇手落網嘅時候，成個英國瞬間掀起咗一場社會風暴，民眾自發為女子舉行守夜活動，並集體抗議針對女性嘅暴力罪行。呢單案仲引爆咗民眾對警方嘅信任危機，大家都忍唔住質問：如果保護者變成咗加害者，咁我哋仲可以相信邊個？本案嘅受害人叫做 Sarah， 33歲，於1987年喺約出世。作為屋企入邊嘅細女， Sarah 自然成為咗屋企人嘅掌上明珠，大家都非常痛錫佢。大學畢業之後， Sarah 就搬到咗倫敦嘅 Brixton， 並喺一間數碼營銷公司擔任市場部經理。佢有一個同為市場部經理嘅男朋友 Josh。雖然佢哋拍拖嘅時間唔長，不過雙方嘅家長都已經見過面，佢哋亦都對仔女嘅另一半相當滿意。Sarah 同 Josh 非常恩愛，佢哋住得好近，只有幾條街嘅距離，只需要行路就可以到達。呢對甜蜜嘅愛侶睇起嚟好似擁有美好嘅未來。然而 Sarah 就喺呢個時候踏上咗一條不歸路，兩人從此天人永隔。2021年3月3號，Sarah 同朋友約好咗要去拜訪佢。當晚 Sarah 並冇揸車，而係選擇行路去到朋友位於 Clapham 嘅屋企度。佢做好咗防疫措施，戴咗口罩，同路上嘅行人保持社交距離。途中佢進入咗商店買咗一支酒，準備同朋友傾偈談心。當晚9點，Sarah 離開咗朋友嘅屋企，準備行路返屋企。成段路程大約需要50分鐘。佢喺途中打咗個電話俾男朋友 Josh， 佢哋傾咗15分鐘，並約好咗聽日要一齊食晚飯。第二晚 Sarah 冇赴約，佢冇回覆短信，電話亦都熄咗機。之後 Josh 嚟到咗 Sarah 嘅公司揾佢，同時表示 Sarah 今日冇返工，仲無故缺席咗今日嘅會議。呢個完全都唔似係 Sarah 嘅作風。跟住 Josh 嚟到咗 Sarah 嘅公寓度揾佢，但係就一直都冇人應門。呢個時候 Josh 知道 Sarah 一定係出咗事，所以佢即刻報警。警方公布咗 Sarah 當晚嘅衣着打扮，並發布咗尋人啟事。與此同時，警方亦都模擬咗 Sarah 當晚行路返屋企嘅路線，並 check 咗附近嘅 CCTV。9點15分，Sarah 喺一個路口度俾 CCTV 影到，當時佢同男朋友講緊電話。9點28分，Sarah 經過咗住宅區之後，就再冇任何 CCTV 影到 Sarah 嘅身影啦。之後警方展開咗搜查行動，佢哋帶住警犬喺沿路地區嘅灌木叢、池塘同埋坑渠等地方進行搜查，可惜並冇發現 Sarah 嘅蹤影。幾日之後 Sarah 依然音訊全無，於是 Josh 唯有借助網絡嘅力量，請求大家幫手揾 Sarah。 佢喺社交媒體度出咗一個 post， Sarah 依然失蹤，請將呢篇文轉發出去，幫助我哋揾到佢。今日我哋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掛住我哋堅強美麗嘅朋友。另一方面，警方亦都冇放棄，佢哋走訪咗750戶人家，接聽咗數百通電話，並呼籲所有喺當晚經過 Sarah 失蹤路段嘅民眾 check 下自己嘅車 cam， 睇下有冇啲乜嘢線索。呢一次，幾架巴士同埋汽車都影到咗 Sarah 喺當晚9點34分左右喺路邊同一個男人講嘢，旁邊仲停住一架打住 double signal 嘅白色汽車。當晚喺巴士上嘅一位女乘客表示，佢見到一名女子十分順從咁俾人上咗手銬，佢當時以為嗰名女子應該係犯咗法，所以先至會被便衣警察逮捕。9點37分，另一個車 cam 影到 Sarah 坐上咗嗰架車。警方再翻查之前嘅片段，發現 Sarah 喺經過住宅區嘅4分鐘之後，同一個 CCTV 亦都影到咗呢架白色汽車經過。警方將車牌號碼輸入系統，得知呢架車係屬於 Dover 嘅一間租車公司㗎，而當時租咗呢架車嘅人竟然係倫敦警察廳嘅在職警員 Wayne。
當時48歲嘅 Wayne 隸屬 PADP， 主要負責保護英國國會大廈，並為政府官員提供保護，以及就威脅程度作出安全建議。警方根據呢架車嘅行駛方向 check 咗沿路嘅 CCTV， 發現 Wayne 有重大嘅作案嫌疑。於是 Wayne 喺3月9號夜晚7點50分，因為涉嫌綁架而喺屋企被警方逮捕。喺面對警方嘅盤問嗰陣，佢表現得吞吞吐吐，仲編造咗一個自己先係受害者嘅故事。Do you know Sarah? I don't know. So, would you like to? Do you know where Sarah is? No. Now, we believe that you know something about where she is, and that's why we're here to look for her and to try and find her. I am in financial. I don't know who they are. They're a group, a gang, whatever. And they told me what I need to go and pick up girls and get them to them. They're gonna harm my family, take them away. At that point, I had no option to try and find somebody. I'm doing what I can to protect my family. 之後，警方將 Wayne 帶返警局，而佢之後就再冇出過一句聲啦。警方 check 咗佢嘅手機記錄，然而 Wayne 就喺警方逮捕佢嘅39分鐘之前，啱啱將部電話做咗 factory reset。不過科技鑑證組都係成功修復咗手機嘅資料。與此同時，警方亦都搜查咗 Wayne 嘅屋企同埋佢嘅黑色車。佢哋喺屋企度揾到咗一卷地氈保護膜、一個汽油桶、一個警徽、一個塑膠手扣、幾盒醫用手套同埋一啲性愛用品。另外，警方亦都喺車入邊揾到咗 Sarah 嘅手機 SIM 卡碎片、手扣鎖匙、警用皮帶、頭燈、未經使用過嘅安全套、髮帶同埋潤滑劑。汽車後座同埋車尾箱仲發現咗 Sarah 嘅血跡同埋 Wayne 嘅精液。呢個時候，警方知道 Sarah 好有可能已經遇害啦。警方根據 Wayne 嘅手機定位記錄，再結合閉路電視所影到嘅片段，還原咗 Wayne 嘅作案過程。2021年2月28號 ，Wayne 向租車公司預訂咗一架白色車。佢之所以會選擇呢個車款，係因為佢睇起嚟好似係臥底警車。3月3號早上7點 ，Wayne 啱啱完成咗12個鐘頭嘅輪班工作。收工之後，佢將自己架黑色車揸到咗 Dover， 再去到租車公司攞車。返到倫敦之後，佢喺一間商店買咗一包髮帶，跟住就開始咗佢嘅獵捕行動。案發當晚，佢揸住租嚟嘅白色車四周圍行，尋找目標。9點34分左右，佢發現咗獨自一個人嘅 Sarah， 於是 Wayne 就落車將 Sarah 截停，出示警徽，並告知 Sarah 佢已經違反咗相關嘅防疫規定，所以需要將佢逮捕。Sarah 相信咗 Wayne 嘅講法，以為自己真係違反咗規定，所以佢冇反抗，然後就坐上咗所謂嘅警車。Sarah 以為佢會被帶到警局，然而當佢發現行駛路線已經開始偏離嘅時候，一切已經太遲啦。11點31分，閉路電視影到 Wayne 載住 Sarah 嚟到咗距離倫敦122公里外嘅 Dover。11點43分， Wayne 就係揸住自己嘅黑色車離開㗎。警方相信 Wayne 喺呢12分鐘入邊，利用恐嚇同埋威脅嘅方式，將 Sarah 轉移到自己嘅黑色車度。之後，佢將架車揸到咗西北部一個偏遠嘅地方，並喺呢度停留咗1個鐘。警方推斷 Wayne 就係喺呢度性侵並殺害咗 Sarah。凌晨2點半 ，Wayne 出現喺 Dover 嘅一間油站度，並喺便利店度買咗幾支嘢飲。之後，佢將架車揸到咗 Ashford 附近嘅霍德樹林。早晨6點32分 ，CCTV 影到佢喺距離霍德樹林1公里外嘅小路掉頭，返到咗 Dover。8點15分，佢喺 Dover 嘅一間 cafe 度買咗一杯熱朱古力同埋一件西餅。之後佢歸還咗白色汽車，但係佢並冇即刻返屋企，反而係去到咗 Sandwich， 跟住先至揸車返屋企。之後蛙人隊喺 Sandwich 嘅一條河度揾到咗 Sarah 嘅手機。
3月5號，佢打咗個電話返警局，並表示自己嘅壓力好大，需要請假休息。早晨11:08 ，Wayne 喺油站度買咗一桶電油，再揸車返到學德樹林。下晝1:47，佢喺一間五金鋪度買咗2個綠色嘅工地碎石袋，並再次返到學德樹林。3月6號，Wayne 寫咗封電郵俾上司，表示自己嘅壓力好大，唔想再陀槍，所以想要辭職。上司並冇即刻批准，並叫佢放2日假，好好考慮清楚。之後，佢上網訂購咗一個防水布同埋一塊彈力網。3月8號，Wayne 本來應該喺呢日返到工作崗位㗎，但係佢就請咗病假，冇返工。3月9號，Wayne 就被逮捕啦。3月10號，警方帶住警犬嚟到咗學德樹林進行搜查。佢哋喺樹林嘅池塘度發現咗一個綠色嘅工地碎石袋，入邊有一具燒焦嘅遺體。經過牙科記錄比對之後，證實咗呢具遺體就係 Sarah。另外，警方得知喺 Sarah 被發現嘅池塘附近有一塊地係屬於 Wayne 夫婦名下嘅。警方亦都喺呢度發現咗一個燃燒過嘅舊雪櫃，相信 Wayne 就係喺呢度燒毀咗 Sarah 嘅遺體，再將遺體抌入池塘。最令人感到心寒嘅係 Wayne 竟然喺3月7號，亦即係 Sarah 遇害嘅3日之後，帶住妻子同埋班仔女嚟到咗學德樹林，並俾佢嘅仔女喺池塘附近度玩。雖然證據確鑿，不過 Wayne 依然守口如瓶，唔願意開口。佢甚至喺拘留所度自殘咗2次。佢將個頭撞向馬桶，撞到頭破血流，最後只能夠住院接受治療。喺同精神科醫生對話嘅時候， Wayne 並冇交代作案嘅細節，佢只係提到自己用皮帶解決咗 Sarah。呢件事亦都對應咗 Sarah 驗屍報告入邊所提到嘅一點，佢條頸曾經被按壓。2021年6月8號，Wayne 承認咗綁架同埋強姦 Sarah 嘅罪名，但係就否認咗謀殺罪名。7月9號，佢先承認咗謀殺嘅罪名。9月30號，Wayne 被判終身監禁，不得假釋。Sarah's kidnap, rape and murder was one of the most dreadful events in the 190-year history of the Metropolitan Police Service. I know that what happened to Sarah, and indeed what has happened to other women in London and beyond in recent times, has raised important questions about women's safety. Here in the Met, I commit to keep working with others to improve women's safety and reduce the fear of violence. There are no words that can fully express the fury and overwhelming sadness that we all feel about what happened to Sarah. I am so sorry. 喺 Wayne 被判刑之後，倫敦警察廳出咗一篇通告，如果民眾對於截停自己嘅警察身份有所懷疑，大家可以要求對方核實身份，亦都可以詢問對方自己點解會被截停。如果大家仲係唔放心嘅話，可以直接打999報警。呢篇通告令大家覺得非常荒謬。Wayne 當時就係向 Sarah 展示咗警徽，並告知 Sarah 佢違反咗防疫規定，所以先至會被逮捕。就算 Sarah 當時選擇報警，警局亦都會同佢講 Wayne 確實係一位警察，咁樣並唔會改變結局。喺 Sarah 遇害之後，民間組織 RTS 於2021年3月13號為 Sarah 舉辦咗一場守夜活動。守夜活動選擇喺 Clapham Common 公園舉行，因為呢度最接近 Sarah 被綁架嘅地方。基於當時嘅防疫政策，大型集會係唔被允許嘅，所以警方喺當日出咗通告，希望準備參加守夜活動嘅人士可以遵守防疫規定，選擇留喺屋企。雖然係咁，當日早晨依然有數百人去到公園進行哀悼。下午時分，參加守夜活動嘅人群越嚟越多，媒體亦都捕捉到凱特王妃去到公園獻花嘅身影。
根據報道，凱特王妃喺之後仲親自寫咗一封慰問信俾 Sarah 嘅屋企人，表達咗佢嘅同情。夜晚6點，參加守夜活動嘅人已經超過咗1500人。由於人潮持續增加，所以警方決定驅散人群。喺過程中，警察同人群發生咗衝突，當中有4人因為擾亂公眾秩序同埋違反防疫規定而被逮捕。但係警方喺驅散人群嘅過程中，使用咗較為激烈同埋暴力嘅手段，令人民再度對警方嘅行為提出咗質疑。事實上，呢單案係可以完全避免嘅，因為 Wayne 喺2月27號，亦即係案發嘅前4日，曾經俾人指控過。當晚 Wayne 揸車嚟到咗一間麥當勞嘅 drive-thru， 佢喺點餐嘅時候，竟然向店員露械。好彩 CCTV 影到咗 Wayne 嘅車牌號碼，再加上佢用嚟付款嘅信用卡資料，要知道佢係邊個應該唔難，所以經理馬上報咗警。今次亦都係麥當勞喺今個月嘅第2次報案啦。Wayne 喺2月14號亦都喺麥當勞做出咗同樣嘅行為，不過警方並冇馬上採取行動，佢哋拖到咗3月3號先至派人去到麥當勞了解情況。幾個鐘頭之後 ，Sarah 就被綁架啦。如果警方及時採取行動，將 Wayne 逮捕，咁之後嘅事就唔會發生啦。當 Wayne 嘅照片被公開之後，英國嘅電台主持人 MRB 表示，佢記得呢個變態佬曾經喺2008年喺一條巷仔度對佢露械。佢之後去咗警局報案，但係當時警方只係對佢嘅報案一笑置之。喺繼續深入挖掘之後，警方先至發現 Wayne 原來係一個露體慣犯。2015年6月，有人向警方報案，話 Wayne 裸露住下體揸車。當時報案人仲記低咗 Wayne 嘅車牌號碼，但係警方就冇採取任何行動。2020年11月，一名女子喺郊區度踩單車，當佢踩到一段上坡嘅路段嗰陣，一位全身赤裸嘅男子突然出現喺佢嘅面前，一邊鹹鹹濕濕咁望住佢，一邊自毒。女子當時被嚇傻咗，佢只能夠即刻加快速度逃離現場。喺逃離嘅過程中，佢見到附近停咗一架黑色嘅汽車，但係由於當時佢太過驚同埋緊張，所以佢記唔到完整嘅車牌號碼。跟住佢就去到咗警局報案。直到而家，警方 check 咗 Wayne 嘅手機定位記錄，確認咗佢當時就喺現場。2023年3月，雖然 Wayne 已經被判處終身監禁，但係佢都係因為不雅暴露嘅罪行而被追加19個月嘅刑期。當 Wayne 嘅黑歷史被挖掘出嚟之後，英國嘅民眾都忍唔住質問：呢個露體狂點解仲可以一直做警察？Wayne 於2002年加入警隊，2011年被調到 CNC， 主要負責保護核能站同埋核材料。2018年9月，佢加入咗倫敦警察廳，當時嘅內部審查並冇發現任何嘅不良記錄。2020年2月，佢又被調到 PADP， 然而呢一次嘅調職並冇對佢進行審查，好明顯係因為警方嘅內部疏忽，先至會繼續壯大 Wayne 嘅惡行。呢件事曝光之後，倫敦警察廳面臨咗前所未有嘅信任危機，全國嘅女性都開始為自身嘅安全感到擔憂。佢哋唔知道警隊入邊到底仲有幾多個好似 Wayne 一樣嘅惡魔，因為避開咗審查而向大眾伸出魔爪。針對呢件事，當時嘅內政部長 Priti Patel 宣布，政府將會對系統性失誤展開調查。Recent tragic events have exposed unimaginable failures in policing. It is abhorrent that a serving police officer was able to abuse his position of power, authority and trust to commit such a horrific crime. The public have a right to know what systematic failures enabled his continued employment as a police officer. We need answers as to why this was allowed to happen. I can confirm today that there will be an inquiry to give the independent oversight needed to ensure that something like this can never happen again. 2023年5月23號
一位叫做 Samantha 嘅前警員喺接受紀律聆訊之後，被裁定有嚴重嘅行為失當，而佢就係當時負責調查 Wayne 喺麥當勞露體案嘅警員。為咗掩飾自己嘅失職，佢竟然講大話稱麥當勞經理已經將閉路電視嘅片段刪除咗。由於 Samantha 喺接受聆訊嘅時候已經離職，所以並唔可以對佢進行紀律處分。不過當局已經落咗指令，禁止佢再次加入警隊。除此之外， IOPC 亦都宣布，針對 Wayne 喺2015年所犯下嘅罪行，佢哋已經對12位相關人員發出咗行為失當嘅警告信。之後，倫敦警察廳嘅局長 Cressida Dick 亦都決定因咎辭職。